相会明天在新加坡揭幕，但本届相会中美防长双边会可能无法实现。那对此，美防长奥斯汀与国务卿布林肯均公开发声表示遗憾。管先生，您对此如何看呢？好的，主持人。那么，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呢，已经办到了20届，因为主办方的鼎力的策划，东道国的全力的支持，相关国家尤其是军方的积极参与。加上亚太越来越成为全球发展与力量跃升的高地，那么走过这些年的相会呢，俨然已经发展成为区内最有影响力的非官方的防务论坛，也关注度最高的一个防务政策的磋商平台。每年的相会，只要中美防长同时参会，那么两位防长的双边会晤一定是当年相会的最大的焦点，没有之一。但是呢，明天揭幕的新一届的相会，尽管中美防长都是确认参会，而且呢，中国防长目前呢已经身在新加坡开启访问，并且呢，这也是李尚福将军就任大国防长之后首次率团参加相会，可谓是自带流量与关注。但是呢，本次相会中美防长双边会晤破局，现在看来呢，已经是大概率的事件。美国防长与国务卿这两位内阁的要员，那么接连就所谓中方拒绝会晤的提议表态，而且呢都是在外访期间来喊话，这意味着美方发生规格的显著升级，也意味着美方对两位防长双边会晤是相当看重、有期待的。当然了，这也不排除是美方习惯性的甩锅作业的政治疾病的再爆发。那么，奥斯汀今天他在访问东京见记者时对中方拒绝双边会晤的这个回应，貌似呢是很有情绪化色彩的。他形容中方决定的这个原话是 unfortunate， 所谓的不幸。而布林肯周三在访问瑞典时，他也特别谈到对中美防长不能够在相会期间举行双边会晤感到遗憾。那么，布林肯与奥斯汀上前台接力喊话，他们的用意非常清楚，就是要把中美防长会晤破局交流这个中断的责任账一股脑推到中方的头上。但是呢，在我看来，这锅甩不到中方头上，必须要由美方来背。而且呢，这一非常事态，它所揭示的恰恰也正是美国自身权力体系的一个最大的顽症，是布林肯与奥斯汀们他们都在回避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追问。那么在您看来，这一非常事态暴露美方怎样的权力顽症？布林肯与奥斯汀又在回避什么呢？正如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回应所强调的，对话不能没有原则，沟通不能没有底线。布林肯既然口口声声交流中断最危险，那么美方预判评估过这个践踏对话沟通原则和底线的真实的风险吗？或者根本就是选择性的无视呢？还要指出的是，如果这两位美国的内阁大员选择性无视的话，那他们无视的对象其实是他们的总统，是美国的最高行政权力。拜登上月参加完G7峰会之后，在广岛举行告别记者会，当时呢就有美国彭博社的记者专门在就此发问，美方针对中国防长的单方面的制裁会不会构成中美防长在相会见面时的障碍？当时拜登曾明确回应，中美沟通非常重要，取消制裁正在商讨中。既然美国媒体都能预判到交流的障碍，布林肯与奥斯汀就真的没有感知、没有评判吗？彭博社记者向拜登抛出的追问，布林肯与奥斯汀能接吗？敢答吗？布林肯说，中断交流最危险。那我要告诉他，有错不纠就更加危险。华盛顿权力运行系统对肉眼可见、持续发酵的错误决策，到底有没有纠错的意愿，有没有纠错的能力呢？且不说当初美方实施的所谓制裁，本身就是基于美国的霸权，搞所谓长臂管辖的这种霸道霸凌行径，必然会遭到中方的坚决反对。那么在李尚福将军走上大国防长的高位之后，美方再延续这种无理无据的制裁，必然就是在为自身所谓的沟通努力在挖坑，是所谓战略自损自伤的后坐力。所以美方首先要做的，难道不该是在第一时间来止损纠错吗？所以这就牵出美国权力场上一个由来已久根子上的积弊：美国到底有没有纠错止损的能力？拜登都说了，在推动商讨，但是呢，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竟然就能够一口回枪说没有这回事，这不是在打美国总统的脸吗？这两天，奥斯汀与布林肯站出来喊话，但是呢，他们都在刻意回避中美防长无法对话的核心问题，
这呢也再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样一种美式的权力顽政。奥斯汀与布林肯在日本与瑞典两国向媒体喊话，都明确谈到昨天美媒公布的中方军机南海拦截美军侦察机，令到后者吃尾流这一非常事态。您对此如何看呢？相会前夕搞事炒作，这呢是美方预设议题的套路式的作业。今天起，美日菲三国首次举行联合的海上演习，是这样一个套路。昨天包括 CNN 在内的美西方媒体大肆炒作南海上空中美军机相遇，也是这样一种套路。想必所有人都看到了美军侦察机的这样一幕，在遭到中方歼16战机爬头掠过之后，吃到中方军机尾流的美军侦察机出现颠簸晃动，这场景呢被 RC-135机舱内的摄像头全程记录。奥斯汀今天在东京就声称说，中国军机对美国以及盟国军机的所谓挑衅式的拦截很令人关切。布林肯则呢在瑞典指责中国战飞采取了所谓的危险行动，距美国军机非常接近。那么这两位美方高官在军机接近的这个事件上隔空呼应，其实和甩锅中美防长会晤破局的责任是同样的一种套路，也是最典型的倒塔一耙的行径。就像这两位内阁大员，他们在谈会晤破局时完全回避对话沟通的原则底线一样，那么美军侦察机南海上空吃尾流这样一个决定性场景，它的这个关键的背景实际上被美方刻意回避了。有必要追问的是，在发生空中相遇这一幕之前，南海海面又曾经经历了什么呢？根据解放军南部战区发言人张南东大校昨晚回应的通报，美军侦察机蓄意闯入海军17舰这个编队训练区实施侦察干扰，而张大校口中明确提到的17舰编队，那么正是代表舷号17的山东舰航母编队。我们从公开媒体报道呢就可知道，山东舰和另外2艘军舰组成的航母编队上周六通过台湾海峡北上。那么在如此敏感的时刻，如此敏感的地点，美军侦察机危险抵近解放军航母编队，搞所谓的侦察干扰，这难道不是更加危险、更加严重的非常挑衅的事态吗？好的，也谢谢管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